1436名非洲士兵抵达俄乌战场，英美闹掰，英国狠拒美国，不再提供加勒比海情报，大雾掩护乌克兰反击，击退俄入侵。俄军内部崩溃，600人非自然死亡。德国扩军，新增16000人，组建抗俄雄师。精彩资讯马上开始。俄军前线缺人已是常态，为了弥补阵地空缺，克里姆林宫甚至确定上线预备役，派大批年轻士兵去战场送死。不过这依旧赶不上俄军伤亡的速度。为了尽快补充战线，急上头的俄军竟然打算向非洲招兵买马。据乌克兰反虚假信息中心称，俄罗斯正在跟肯尼亚深化经济合作，当然这是高情商的说法。实际上，俄罗斯准备用经济投资为借口，向肯尼亚为首的非洲国家借点人。具体操作上，俄罗斯玩得很花。根据肯尼亚中央合作署的报告，莫斯科准备与肯尼亚国家发展计划进行深度绑定，因此催生一批新商业协议和投资项目。这些项目一旦落地，俄罗斯公司足以顺利进入东非港口和区域市场，进一步提升俄罗斯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，然后顺利获得非洲关键物流枢纽的控制权。有钱才能招到人，莫斯科想得很清楚，只要控制住肯尼亚的钱袋子，就能拉肯尼亚下水。对此，中央合作署总结道，莫斯科不老实，用经济合作的幌子掩盖他们军事招募活动的真实目的。其实中央合作署的反应还是太慢了。之前乌克兰情报局作出警告，俄罗斯军队正以军事承包和经济奖励为诱饵，锁定非洲青年，最终将其引诱到军队中，帮助俄罗斯推进侵略战争。也就是说，在欺骗非洲人入伍这方面，俄罗斯已是惯犯。那么乌克兰又做了哪些反制的努力？首先，乌克兰高层正在行动。泽连斯基与肯尼亚总统鲁托不久前举行外交会谈，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俄罗斯招募肯尼亚国民在乌克兰作战的问题。很显然，泽连斯基这是在向肯尼亚透底，警告老肯一定要小心普京丢过来的糖衣炮弹，别到时候经济没搞上去，反而让俄罗斯把人拐跑了。相信这次会谈后，鲁托会有所防备。其次，乌克兰情报部门也在行动，他们将任务重心放在了揭露俄罗斯骗局上。俄罗斯目前通过扩大经济影响力，试图在肯尼亚公民心中埋下莫斯科富得流油，去那里打工就能致富的印象，直接把人骗到乌东战场。乌情报部门则对该谎言大打出手。他们主要做2件事：第一，向国际公布俄罗斯离谱的招兵计划，让国际社会向莫斯科施压。毕竟上次骗非洲人跨洋打仗还得追溯到三角贸易时期，相信欧洲与美洲国家都不会坐视不理。第二，沉重打击俄罗斯装运船。之前肯尼亚警方端掉了一艘俄军人口转运船，里面坐满被高薪诈骗到俄乌战场的肯尼亚男性。如果不是警方及时赶到，只怕这群男性几个星期后就要被迫为普京而战了。不少人认为这场端俄行动背后或许有乌克兰提供的情报支持，或者说肯尼亚之所以能对多起俄罗斯转运案做出迅速反应，很大可能是乌克兰情报部门在发力。总的来说，乌克兰的行动卓有成效，但俄罗斯向非洲借人的行动依旧在继续。根据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·西比哈报告称，目前至少有1436名来自36个非洲国家的公民正在乌克兰为俄罗斯的侵略军作战。火力军认为实际人数应该比这组数据更夸张，毕竟俄军已经完全沉浸于一边让战士疯狂送死，一边疯狂补充兵力的艺术中了。侵略乌克兰的野心没有停下来前，他招募非洲兵的计划也不会停止。各位又是怎么看待的呢？与此同时，世界另一边还发生了一件大事，英国和美国这对盟友似乎散伙了。美国在加勒比和东太平洋海域的打击行动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9月份开启，直到现在越打越激情。不过正当美军打得上头的时候，英国却两手一摊，表示不干了。据 CNN 报道称，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透露，英国已做出裁定，暂停向美国共享有关加勒比海地区船只的消息，只因绅士的英国认为美军的行为很不礼貌，而且是非法的。英国不想成为美国进行军事打击的帮凶。英国这番自证清白几乎表明，英美这对最亲密盟友的情报共享伙伴要散伙了。说来着实可惜，英国向美军提供关键情报，帮助其从事打击行动，最早能追溯到2战时期，横跨快1个世纪的情报盟友就这样一拍两散。从 CNN 的消息看，过去数年，英国牢牢控制着加勒比海多个地区的情报网络，甚至在这些地方设立专门情报部门，一旦发现敏感信息，情报人员立马传递给美军。随之，美国海岸警卫队飞快出警，阻拦相关船只，登船检查，拘留船员，一波操作行云流水，时间间隔有时甚至只有10几分钟。另一方面，相关情报有时还会传递给南方联合跨部门特遣部队，
该部队性质与国际维和部队很像，由多个国家的士兵组成，驻扎在佛罗里达州，随时随地出发作战。可以说，凭借英国发达的情报体系以及美国更发达的军事实力，加勒比海地区的敏感船只几乎露头就秒。那这对盟友怎么又散伙了？依旧是 CNN 的消息，据其报道所述，美国9月开始对加勒比海船只发动致命打击后，英国就觉得哪里不对劲。首先，英国怀疑美国利用其提供的关键情报，有选择的打击目标。说白了，英国认为他千辛万苦牺牲情报人员才换来的关键信息，结果因为美国跟被打击人员或船只存在不清不楚的关系，而选择不予打击，甚至偷偷泄密。人家拍拍屁股走人，衬托的英国牺牲的情报人员像小丑。其次，英国政府内部也存在不同意见，不少官员高举人道主义大旗，直言美国的军事行动已经违反国际法，英国帮助美国违法也跟违法无异。这顶高帽子戴下来，饶是以英国的绅士风度，也难以保持优雅。消息人士告诉 CNN， 英国紧急承认他们认同美国违法的说法，因此1个月前已经情报分享工作暂停。如此光速切割，足以看出英美闹掰的确不是夸张说法，当然只局限于情报合作领域。除了英国，美国的另一个盟友加拿大似乎也与美国小小的决裂了。根据相关媒体报道，近20年来，加拿大一直协助美国海岸警卫队打击加勒比海地区的非法船只。但或许最近受英国启发，加拿大突然表示，加勒比行动的合作依旧继续，但不希望美国用其情报来协助展开行动，表明不会再向美提供情报。随着英国和加拿大断开与美国在情报领域的联系，美军加勒比海的行动会走向何种局面，谁也不清楚。大家又有什么预测呢？不妨在评论区留言。离开加勒比海，我们不妨将视角放在俄乌战场上。红军村方向开始弥漫大雾，趁着大雾，乌军向入侵俄军发动猛烈攻势。根据战争研究所消息，红军村区域近期爆发大雾天气，俄军准备利用浓雾阻碍乌克兰无人机侦察，然后驾驶轻型车辆渗透红军村南部郊区。但俄军没有想到，乌克兰同样抓住了大雾的契机，发动出其不意的反击。首先是红军村外围区域，根据乌克兰记者尤利亚·基里扬科的视频，乌克兰国防军向罗金斯科耶东南部投入坦克，一路平推，清除了罗金斯科耶镇的俄军。俄罗斯人对该镇下了血本，部署大量士兵和无人机，准备将其封锁，以此切断红军村后勤补给。结果乌军利用浓雾成功躲过 FPV 无人机的锁定，对藏在建筑物内的俄军一通火炮猛攻，建筑物变成了焦土。俄军的战略企图也宣告成为空想。按照规划，乌军坦克以及罗金斯科耶的士兵将继续镇守该据点，保障红军村补给线稳定。在红军村战斗得更激烈，乌克兰国防军开始向红军村以及西部郊区推进。在那里，乌军借助大雾的遮掩，对俄军发动反击，以阻止敌人从南部侧翼进一步推进。不过，大雾反击战虽然消灭大量俄军，大大减缓敌人推进速度，外围俄军依旧有可能控制地面交通线，阻断乌军后勤保障。具体形势还有待观察。在扎波罗热方向，俄军利用人数优势对该方向进行快速突破。实话实说，这波乌军确实出现不小的战略失误。之前红军村告危，乌军立马调配大部分预备队往红军村赶去，结果俄军玩了个小心眼儿，调转枪口直奔扎波罗热。Deep State 证实，俄军突破乌克兰扎波罗热东部的防线，并向胡利亚伊波莱方向推进。特别是俄军在扬丘尔河附近取得突破，得以从东北方向进发，对该市造成部分包围的威胁。战争研究所对俄军的袭击描述得更详细，俄军采用渗透战术，从东部向胡利亚伊波莱方向出发，以小股部队徒步或者骑摩托车的形式进行游击式推进。这次推进加上前几周的侵略，俄军已占领数十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包括斯拉德克、诺沃耶和诺沃尼克拉耶夫卡等村庄。现在甚至开始向距离胡利亚伊波莱仅11公里的罗夫诺波尔发起进攻。军事分析称，照这个速度，胡利亚伊波莱可能在2周内被包围或占领。火力军倒认为情况远没有那么糟糕。乌军遭遇困难不假，但俄军的奇袭并未对乌军造成实质性打击。乌克兰武装部队证实，军队早已从该地区5个居民点附近的阵地撤离，这也证实乌军有生力量得到了保存。现在唯一的困境是乌军的兵力配置出了问题。扎波罗热方向俄军数量太多，乌军根本不能硬扛，相信后面兵力调配恢复，重型武器支援过来，俄军的人数优势将荡然无存，失去的土地乌军也能一一夺回来。其实都不用援军帮忙，俄军内部早已自行崩溃。据俄罗斯武装部队最近发布的报告，2024年至2025年间，俄罗斯中央军区有超过600名官兵因斗殴和卫生条件等原因，稀里糊涂去见了前辈。作为俄罗斯军队5大作战军区的中央军区已经烂成这个鬼样子，其他分区的情况只会更糟糕。实际上，俄军内部正在腐烂，并非新鲜事。2024年就已有相关报告指出，至少有71名俄士兵饮弹自尽。到2025年，情况进一步恶化，
光上半年就有86名士兵和军官携手共赴天堂。至于这些俄兵为什么想不开，原因也花样百出。首先，俄军内部霸凌已成为常态，上将霸凌上校，上校霸凌上尉，上尉找不到霸凌的人，就只好给自己上坟了。之前火力军提过，俄军内部现在还在玩一个叫清零行动的游戏，即指挥官仅仅因为看属下不爽，或者哪个士兵惹到了他，就让人将其偷偷处决，然后把锅都甩在乌军身上。如此糟糕的指挥体系，也难怪俄军士气低迷，难怪会逼得俄兵们一个个抢着自我解脱。除了糟糕的上级，还有内部纪律涣散和生活条件恶劣等原因，成为压倒俄兵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内部纪律涣散还好理解，上级都带头霸凌，纪律能好就见鬼。那生活条件恶劣又是怎么回事？根据相关报道，俄军生活条件恶劣主要体现在食品方面，军营的食物质量极其低下，低到已有32名俄兵死于食物中毒。由小见大，俄罗斯军队存在极其严重的系统性疏忽，后勤保障标准几乎烂到了骨子里。另一方面，俄军士兵还痴迷于酒精。数据表明，不到1年时间就有112名军人的死亡案例跟酒精中毒有关。火力军只能说好家伙，俄罗斯人喜欢喝酒不是什么稀奇事，但把自己喝死，火力军也是头一次见。而俄军内部士兵今年也是第112次见，平均1个月发生10次，几乎都见麻木了。俄军犯罪、自尽等非自然死亡率正不断攀升，这也意味着俄军内部正在逐渐崩溃。在不断遭受重大损失和长期作战部署的情况下，俄军的士气已低落到极点，难以维持凝聚力。更不用说乌军还在频繁打击俄后方的后勤补给设施，例如乌克兰抵抗组织成员发动的新一轮破坏行动，直接捣毁俄军4个关键补给点，进一步扰乱克里姆林宫本就捉襟见肘的军事补给网络，而这同样又加速了俄军内部的崩溃。不过，俄军面对的不止内部的溃败，在外部威胁已来到眼前，德军宣布扩军，正式组建抗俄雄师。据德国财政部一份文件显示，德国政府计划未来几年花费约219亿美元为德国士兵配备新制服及个人装备，此外还斥资约86亿美元采购新型轮式装甲车。德军现役士兵人数约28万，用219亿美元采购制服和装备根本花不完。德国财政部自然不可能乱开预算，因为这笔钱同样为扩军士兵准备。据路透社透露，德国政府希望到2030年代中期将现役士兵人数扩充到46万人，也即新增16万名士兵。为了这批新兵，德国国防部表示愿意再购入3000到5000辆装甲车，交给国防承包商莱茵金属以及法德合资公司 KNDS 联合生产。总而言之，打造一支陆地德国雄师。经过这波疯狂的买，德国军费预算2026年将飙升到1356亿美元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.8%。那么德国这波操作意在何为？火力军认为原因不外乎2点：第一，北约的各国提出的国防支出目标，这个目标每年都在攀高，今年也不例外。作为军工重国，德国压力山大，直到确定预算计划后，国防部这才长舒一口气，表示预期会符合北约的目标要求。第二，原因或许还与俄罗斯有关。这几个月来，俄军加紧对乌克兰的攻势，随后还加紧对北约国家的侵略攻势，不断派出无人机和有人机对东翼国家展开偷窥式骚扰。作为抗俄大国，德国自然忍无可忍，这才有了不断购买传统强力武器，进行军队大扩充的想法。现在只等俄罗斯侵扰加剧，随后引发战争。那么德军46万士兵将随时出发，开往东欧平原，兵临俄罗斯。以上是火力军对德国扩军的推测。那大家认为德国大力加强军队武力的原因是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大家怎样看待英国和美国因为加勒比海局势而闹掰这事儿？您又认为乌军在红军村的大无反击战又是否能彻底击退俄军的进攻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个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